哦吼，这种感觉很好。知道只有48小时。走吧，走吧，走吧。哎，这是啥呀？ Hello， 少年们，我是自如木木熊。听说了你们的遭遇，这里有木木为你们临时修葺打造的专属小屋。虽然充满不舍，但木木希望大家可以收拾心情，享受这48小时。又说48小时很难过。那我们选一下房间吧。哦，哇哦，哇哦，还可以彻夜畅聊。啊，哇，这么粉嫩的房间，感觉不像是男孩子的呀。说实话错，可以。3张床打地铺了，舒适，不想动啊。当当当当当，这还有沙滩，勉强算个沙滩海边吧。也算是有海了。哎，那个呢？热能呢？不知道呀，这有鱼哎，这有鱼哎，好大呀！这绝对能吃。好，好，好喝，好喝。哦，好痛！怎么了？一个大的口子，你啥时候弄的？放了贴吗？还好我不知道。刚弄的吗？身上好温暖啊！马上要结束了耶！有淘到假日的每一天都是度假一般的感觉，清新果香，轻柔沁心，每喝一口都会想起和大家在一起的日子。哎，兄弟们，那组6个人他们还没来，我们先去吃饭吧。我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哇，嚯，哇，转场转了一天，直接吃晚饭了。哎，这边有肉可以烤哎，你们谁会烤肉？都不会的话就我来吧。好吧。我就知道，这是牛排吗17真的是很热心。烤肉师傅，饿了，速烤，速烤。小白来。小白陷入怪圈了。就差一点。要你先陪他去抓娃娃，我在这边烤嘛。你给我吧，你给我吧，把这几个去。对对对。17真的好好。今天势必要抓出来几个。哎呀，这个快出来了哎！是的呀。抓到了吗？抓到了一个。嚯！哎，什么东西？听到小吴的声音了。哎！不要共振，共振会塌的。哎呀 ，Hello，哎呀！哎，你今天搞这个发型，还看吗？ rapper。哇，你们还有椰子喝？哇哇哇哇哇！哇哦，要不要？要。好的，谢谢。外面的那个。史上最帅男嘉宾登场。别摔下来了。BBQ， 这个你不够精髓，要这样子。来，你来，你来。你好差啊！怎么不过去玩呢？我有点太痛了。你再给我看看。好暖啊！我想要那个比较那个。我问问没夏老师，事没事。等一下，夏老师啊，你有创口贴吗？一个够吗？这是我给你来红包的，我给你买的。妈，手。我自己来吧，就。你别动，我都不知道哪个手指头的，还好不是中指。这样的话，不是真差不多这个位置哈。贴完要亲一下，赶快好。我都有画面感了。在这脑补。哎，你们没人饿吗？坐啊，坐。最后一餐是最后一个大餐吧？哦，不会聚在一起了，不会聚在一起吃饭了。
要不要？哇！啊，鹏鹏，你手现在好点了吗？好了，恢复了。哎呀，还是注意点伤口，亲。没事，真的没事。我知道。兄弟们，要不走一个吧，好吧？虽然不想说，但真的是我们的，大家在一起最后一餐。好，来，走一个吧。嗯。激动心颤抖的手。走一个。你要吃什么吗？我现在只能吃这个。啊，那晚上吃饭。1点半是吧？1点半嘛。哎，所以板砖，你来这儿，你有没有什么想做的还没做的事儿？穿12厘米高跟鞋除外。明天穿。哦。因为我好像也没有跟你们一起玩过。对，其实我也是，我也想，就是这4天完全就是脱离了我们这边。很可惜，还会觉得对，这节目只是开始，把那黑板上擦掉，什么最后一餐？我的遗憾其实是没有带我家狗狗过来一起玩。我本来想带我家狗一起过来旅行的，但是怕那个托运什么的不方便，就没有带过来。确实不太方便，它万一高反了都不知道给它吃啥，氧气都不够吸的，不会吸。其实我想蹦极，但是没赶上。下次早点来嘛。好。回锅肉。这个我熟。我都有。好呢。我觉得没什么遗憾了，没什么遗憾，可以了已经。昨天晚上挺难忘的，就是我们晚上吃晚饭的时候，讲了一下我跟那个孙秀的关系嘛。是我自己那种自恋或者什么自作多情，反正就是什么各种都在，对吧？是啥呢？孙秀，你觉得有没有讲开吗？有呀。有。好烦呀，我好想吃瓜呀。昨天看到夏老师还白了我好多眼。他现在在这里标榜他们只朋友，就是 for what？ 啊，没有了。哎，没事，社死我也能够理解，确实我的行为也是有一些做的不好。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就是你一开始说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我觉得是你按你自己的节奏方式来做。但是节奏跟做对做错，反正做错就要承认嘛，反正对。那我也不听你说话了，我也不太清楚，主要是。对。小孩都还挺体面，你说？是的。啊。对，真好。是吧？特别纯真。你越认错越体面，真是这样。哎，我发现夏日的美好故事总是和淘淘假日一起出现。没错，轻柔贴心的淘淘假日就是夏日惬意的快乐秘诀。孙秀呢？你有什么想做的还没有做的？我想去游乐园。游乐园。明天包场欢乐谷。真假的？那明天不就是要表白了吗？哎呦，双双有心事。小白有什么想做的还没做的呀？看星星还没有。哦，看星星。对，没有星星。也不一定非得是实际的星星啊。哎呦。咋的呢？又给我搞这一出，我咋感觉他俩吵架了吧？对啊，眼神有点犹疑啊，心跌宕起伏。虽然感觉这次大家遗憾还蛮多的，我们不如分享一下，就是这段旅程目前来说，你觉得最为感动的一个地方？每天的晚饭。那真是没什么。没有啦，因为我是一个人住嘛，就是一个人租房子住，住的挺久了，就平时都是自己随便做一点吃的，或者点外卖。就是这是我第一次连续这么多天可以跟大家一起围在一起吃饭。这可以说的吗？可以说啊，为什么不可以说啊？给你们分一下吧。胖多少了？
我第一次看到有人上节目还带体重秤的，太绝了。真的吗？对啊，出了。好萌。这毛毛弄了个头发，感觉换了个人一样，好可爱。又突然花美男了起来。我难忘的事儿那太多了，但如果说要挑一个的话，我觉得确实是昨天晚上，就特别是大家在读那个毕业手册，就是前面都读特别开心，然后突然读到就是因为不可抗力什么，然后就到此为止，然后就所有人就突然一下就没声音了。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一起走进下一个季节，这场旅行就是其中之一。非常抱歉的。然后就那一刹那，我觉得真的是就要结束了。因为以前大家一直都觉得会有第3站嘛，然后还各种猜要去哪里，然后想做各种事情，然后甚至我们在晚上吃饭的时候还在聊说下一站想去干嘛，然后结果突然晚上就一下子告诉大家说就结束了，就太突然了。就我觉得人生中从来没有又哭又笑过，确实挺难忘的。当时真的太戏剧性了，然后当时每个人的反应我看着都不一样。但其实我也不太相信，我就一直往那个毕业手册后面撕，我就一直撕，全是空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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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应该不会拿这个东西来开玩笑，应该就是真的。就以前都是把它挂在嘴边说，这个旅途对我来说很珍贵，很有意义，我会很难忘。但真的你告诉我还有48个小时，把它具象化成这种小时来算，我就才意识到要结束了，要跟大家分开了。下一次我们再聚齐，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说不好听点，这辈子不一定有机会再聚。有，你结婚的时候。这样吧，最强伴郎，伴郎团，心动伴郎团。我希望，但是多少会觉得有一点，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挺好的，我觉得，就是这场旅程大家都有难忘的，有遗憾的，反而是那些遗憾的让我们去珍惜我们所经历的美好。啊，我看这桌上有信封，哎，是什么？上面都有名字。是不是我们刚开始第一天写的那个信封？每个人的枕头底下有东西。哇！还有第一天的时候，还有写了封信。哇，好浪漫啊！哎呀，他是只是一个人，还是说大家吗？你想写给谁就写给谁。我真的，我第一天我不知道这个信封是什么，我以为就是随便写。是我的吗？哎，是你的。我写的好小学生啊。鸡皮疙瘩起来了。Hello， 大家好，这是第一天见到你们。今天是来到小屋的第1晚。终于，这一段旅程开始了。天气好热，晒得我妆都花了。这不应该是最后一期的内容吗？最后一期第10期的时候是属于个人的时间，但是属于集体的时间其实就是在今天晚上。一定要说点什么的话，我其实没有什么好说的，讲一下对你们的第一印象吧。热能，你身上现在这股活力特别好，希望你最后也能像今天这么有活力。男嘉宾登场。哦呦，别摔下来了。第一眼见到的是一个叫热能的小伙子，他也太健谈了，难怪在车上的时候他一直说自己口渴。热能，就像你的名字一样，没你可真不能。你总是在努力的找话题，努力的逗大家笑，感觉有你在真好。夏老师，虽然接触时间不长，但是你的自信大方非常引人注目。哇，见到本人了！相信你不管跟哪个男生在一起，都能把他拿捏得死死的。有人叫我吗？今天见到的女生里最有好感的就是夏英哥了，她真的完完全全就是我的理想型。哦，他从一开始就喜欢夏老师。不仅成熟，有自己的思想，而且还很有趣。哎呦，小鹏，我们俩好像很久没有像这样去认识一群新朋友了，每个人都那么与众不同。和你在一起生活了20多年，
好像也从来没有给你这样写过什么。两个大男人，毕竟有点矫情。希望我们能好好的去享受这趟旅行，期待发现不一样的你和不一样的我。他们俩给对方写的。明天就要去澳门了，很开心。希望接下来旅途大家都能好好相处。先提前预祝自己旅途愉快。署名是冷能，珠海太热，钱改个名叫冷能。文采很好，谢谢。文采很好。你第一天就想了这么多。那是啊，不像某些人第2天还没能给人留言呢。记一辈子。要不要说了？要。我分享一下我的乱七八糟的吧。今天是2022年4月12号，终于在激动了好多天的心情下加入了大家伙。这一天下来真的非常开心。首先是在车站前等待春日巴士时遇见了刘哲熙同学。Hello， 我叫白雪坚。我叫刘哲熙。一见面的酒店管理室的打招呼方式真的很特别。刘哲熙同学应该是个比较内敛的小伙伴吧，希望今后的日子里不会让自己搞笑女的性格影响到他。然后千辛万苦来到了网球场，见到了旅途中的第2个小伙伴是李志鹏。我叫李志豪。真不错，真不错。我救命宝剑。搞笑女的性格，社死，暴露了，暴露了。没事，我完全没事，我完全没事。不久又来了第3个小伙伴，叫孙秀，真的好漂亮，正似关晓彤。有那么一瞬间感觉小豪和秀，沙子各种秘密在这里面。哪壶不开提哪壶。真的是。小豪和秀秀好般配啊，郎才女貌，哈哈哈！括号。他的一天。令别人尴尬的一天。什么？小豪这个表情，豪子笑的都快看不见牙齿了，全是牙龈。最后憧憬一下未来能和大家成为好朋友吧。我来分享一下吧，我写的比较短。今天是2022年4月10日，我来到这里的第1天，当时大家都睡了，我把自己的卡通头像贴在了一个叫李志豪同学的下面，虽然也不知道他本人帅不帅，人坏不坏，算了，先贴上吧。帅不帅，人坏不坏，乖不乖？2022年4月11日早上，我终于跟大家见面，发现他竟然有一个双胞胎哥哥。哦，你好，我叫李志鹏。对李志鹏的印象就是学霸，然后有点木讷。李志豪应该也很闷。我没有这么闷哦。你闷。第2个见到的是吴舒阳，是一个可爱型的美女，活泼，不会冷场。然后是夏英哥，就是夏老师，冷脸大王。我没有。冷脸大王。我没有，不敢讲话。最后是17，吓人，一句话没讲过，估计接下来也不会讲吧。因为大学毕业的旅行没能实现，所以想在这场旅行弥补自己之前的遗憾。完事儿了。我写的主要是，就是我对自己在旅行的一些期待和收获，对，有点不好意思。我大概是一个比较含蓄的人，在所有的表达方式中，写信还是比较符合我的风格。一直以来，我喜欢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不想去做一些我认为无意义的交际。我只想去聊我认为有价值的天，并且乐在其中。那我参加节目的初衷是什么？我也不停追问自己。在第一次见到所有人的晚餐上，其实给了我很大的震撼。每个人在聊各自的初印象和现印象，刚进来的我对大家了解并不深，在整个饭桌上更多是充当一个旁听者的角色。我像在看一部电影，从每个人的言语中脑补出故事情节。我感慨于每个人独特的表达方式，感慨于每个人表达感受的能力，这些都是我所不曾拥有的。我感受到这里的每个人都是如此的不同，但是每个人都是如此的好。我想，仅是这一份感受，我就已经没有白来。学会表达自我，或许是我在这里学习的第一课。
就这样。啊，好好，他写的很好。我从头开始读好吗？好。哦，完了，实在太狼狈了。谁让那个地方十字路这么难走？本来美美出现的我竟然险些摔倒，不过没有关系，发型没有乱就行。Hello， 浅析一下大家的第一印象，热能。简而言之，是一个热气腾腾的人，一看就是气氛组，有他在没意外。夏老师，好端正的一个中国女人，说话嘎嘎标准。小白，我的笨蛋大嗓门室友。我好喜欢他的小梨窝，笑起来超级甜。小鹏，看上去像是一个腼腆的呆子男孩。筋膜男。小豪，原来他俩真的是兄弟，哈哈哈，确实还蛮像的，也像一个呆子，也像一个呆子。我不会写这种话。很准确啊，我。实话实说，有点好笑。兄弟们，喝一个。走一个，激动的心，颤抖的手，激动的心，颤抖的手，走一个，走一个，走一个。挺有意思的，就是他们念了一下自己当时第一次见面的那封信。你们自己有没有过哪些难忘的集体生活的经历啊？肯定有啊。2年前女团生活嘛，是，要结束的时候，它是有时间表的，就像倒计时一样，一直在倒计时。就当时我们没有太大的感觉，就觉得哎呀还好啦，还有那么多天什么什么的。但到最后一天的时候，我们就真的发现哇，结束了，很难受。当时的我们就像他们一样，就是哇，11个人就哭惨了，就是。对，但我觉得也是一个挺美好的一个回忆的，就现在还挺怀念的，但就是回不去了，就这种感觉。我也是2年前参加这个老女团。你不要拖其他的女孩下水。哦，参加女团这个也是女团生活的时候。哇，好巧，我也是2年前。女团生活。没有。就是那段时间我们。也是最后很像，跟他们很像，也是很突然，因为我们之前都在这个高压的情况下，一直没有感觉到快结束了什么的。到最后一天，我们在那个宿舍里吃着拌粉，然后就说今天是最后一次在这个地方吃饭了，然后我们大家就也是很伤感。现在回想起来，很美妙，所以我们感情都特别好。他们都讲团的，我就讲小学。就当时学校不让偷买零食，然后我们在那边几个人合资1人5角，买了1包泡面，然后大家就是夹出来，然后放在手上这样。天哪，很香，真的，那个泡面的味道我再也没有尝到过了。手的味道，手的味道。然后甚至他们有人用刷牙的杯子接着，然后薄荷味。哥，你好懂啊，你好懂啊。那个时候的泡面是薄荷味，小时候吃的西瓜一定要拌着点蒜味是一样的。哦，是的。那个刀上的那个妈妈切的西瓜。对，我觉得特别难忘。年轻的时候的一些集体生活真的特别不一样。我以前最早，因为我不是做电视主持人，我最早是做电台的，所以我大学差不多跟他们这么大的时候，做了一个新的电台，我们所有人都是新人，然后我们所有人没有别的朋友，只有彼此，10几个人，然后大家住在一起。那2年的时间啊，就算是我的一个很集体的一个青春回忆。到现在哈，我们的10几个人还是关系很铁。对，这个过程就是永远无法重复。所有的集体生活最终都一定要有结尾的那一天。无论是你读书啊、女团啊，包括咱们现在的观察室，我们在坐在一起聊天的画面，可能永远不会再出现了。我们这也是最后一次哎。是。我还好点，我是主持人，我老能碰见他们。哎，我们真的，我还挺想问一下你们觉得就谁给你们印象是比较深，或者说反差比较大，有没有？我可能第1季的话还是萧敬腾老师吧。
我觉得音乐人吧就会比较独特一点，确实很独特。他的表现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对，就是那种很酷，是吗？难道我不酷吗？酷。我觉得不行。一开始我是挺怕他的。我坦白讲，我觉得你的怕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萧敬腾在这个节目里讲的话，可比在音乐节目里多多了。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擅长啥事儿，你知道吗？我以前跟他录音乐节目，他都努力的在说，也说，就是已经很努力了。在这儿，他不费吹灰之力。太投入，太投入，动不动就跪下了，在这儿。金晨有没有？膝盖都淤青了。金晨有没有对谁的印象？肖老师给我的感觉也是反差挺大的，其实挺憨的感觉，像个呆子。三胞胎。哎，老肖，你有对谁印象就是金晨啊？也是老师对。以前是个男的，以为。不是，因为我觉得蛮幽默的。你觉得漂亮的人就不该幽默是吧？也不是。怎么破音了呢？怎么破音？激动，控制不好。不是，就是有点冲突啊。就是金晨的外表不应该有杨迪的效果。来，接着往下看。自如 APP 提醒您，精彩稍后继续。本节目由自如 APP 独家冠名播出，上自如急忙盒赢全年房租减免。本节目由每一颗都为这一刻的葡萄假日首席特约播出。本节目由4周耀白素颜自带高光的翠雅银白系列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嚼出甜蜜心动的阿尔卑斯果然好嚼赞助播出。葡萄假日提醒您，精彩继续。本节目由自如 APP 独家冠名播出，上自如急忙盒赢全年房租减免。本节目由每一颗都为这一刻的葡萄假日首席特约播出。本节目由4周耀白素颜自带高光的翠雅银白系列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嚼出甜蜜心动的阿尔卑斯果然好嚼赞助播出。你怎么比第一次见面白了这么多？是不是很想知道我皮肤变白的秘密啊？是啊。曹操告诉你哦，我每天都使用翠雅银白系列。翠雅银白系列4周耀白素颜自带高光。露露打硬笔去了。不知不觉这是旅程中最后一条留言了。讲这个话还挺不好意思的。是我小能。这段无忧无虑的梦幻时光就即将结束。然后我心里也有一点想，想说的话，明天有问题。肯定有问题。他们刚本来挺好的，不是吗？其实刚才吃饭的时候，他们眼神就不对了。我跟你讲，他肯定是要在最后一天，要做一个决定。最后一天你可能比较需要界定关系了。哦。来玩，兄弟们，我们来玩游戏，就玩那个加字儿的好玩。到我吗？爱红薯，我爱红薯，我们爱红薯。哎，我没玩过这个。我们爱吃红薯，好玩。我们爱吃红薯皮。我们不爱吃红薯皮。我们不爱吃红薯皮吗？哎，好玩哎。我们不爱吃红薯皮的皮吗？哎，加2个字了。呆子。我加了一个皮啊。我说的和皮。的皮。哦。真话还是大冒险？大冒险吧。大冒险。在场3位女生。用了。都快结束了，还在玩这个游戏。对。你选择一位最有好感的女生，去摸摸她的头吧。哎呀，我都猜到你了，你知道吗？你玩啥游戏我都能猜得到，你知道吗？哦，哥哥的机会，最后一天。
我也那种。哇哦！哎，他的游戏我都已经摸透透了，因为我们就没有别的游戏，你知道吗？秀。哥哥傻笑。哇哦！他们俩就是刚准备开始就最后了哈。是哦。那换个游戏吧。答非所问啊。好，答非所问，好，答非所问也挺好的。你先呗。你吃饱了吗？我想喝水。你的美瞳是什么颜色的？他好可爱。你问呀。你是猪吗？我说。为什么他说？难道他觉得他是猪吗？因为他当时内心当中已经说你才是猪，想骂回去。对，想骂回去。你输了啊！他输了，他很想输，他很想这句话当冒险。哎呀，我突然想到想不起来。懂了。真话还是大冒险？大冒险呗，我。大冒险了，双双不在啊。不，为什么一定是双双呢？啊，行。现在在这大喊出你最想对双双说的话。哇！大喊出。对，在这大喊出。在这儿。最好能让他听见。怎么了他？双双啊。最想对双说出的话。在这大喊。还要斟酌一下。哎。最后一晚了，兄弟们，最后一晚了。双双，谢谢你这几天来照顾我。双双，谢谢你这几天来照顾我。怎么会？太小了，听不见。还想怎么样？你快点了。你要让他隔回能听见。看，我先看看他在哪，帮你侦查一下。其实这句话也有含义的，我觉得。谢谢你这几天照顾我。小白应该感受到双双他们俩之间也有问题哦。再喊原本就站着喊呗。你喊一句双双，说不定就回你。对。双双，双双，双双！哇！继续。谢谢你这些天照顾我。他要哭了。这么痛苦吗？为啥呀？我们去聊一下。好呀。我真的最近死了，你也知道，我的朋友也才这么几天，他也是个很慢的人，然后我也是个很慢的人，我可能对他就是也有一些好感吧。啊，鹏鹏是吗？那我之后可能也会跟他就是了解嘛。对，慢慢来了解。那如果明天的话，就是看看他想玩什么，或者是他想怎么样，就是一步一步看着走。你大概是从什么时候跟他就是对他有那种好感的？真棒。我就是那天就是看日出吗？不是。日出，你知道我是根本起不来的人哦。我们那天都知道。就我刚开始吗？对，我刚开始来的那天。兄弟，走嘞！然后他不想理你。哦，真的好好玩。姐姐，我说了，他就是戳到那个穴了，哦，心动。就这有心动穴吗？是不？然后后来就觉得跟他玩得特别开心，然后他又很可爱的那种，然后我又特别喜欢那种呆子。我就喜欢傻的，特别喜欢呆子。我以后会看见的。有感应。不，希望不要播出去。所以我就觉得，就还蛮开心的。我就觉得这也算有好感吧，应该。然后就是反正，然后就又突然就这么几天了，就觉得
也挺打乱我的一个节奏的吧。今天其实我觉得整个桌上的氛围，其实我觉得挺奇怪的啊。为什么？因为你平常跟双双，就是都是比较活跃的，然后今天好像都很沉默。来了，有什么事情吗？我和双双吗？双双她为什么有点那个？她今天我感觉她跟以前超级不一样的。我们两个都属于那种就是表面看起来挺外放的那种，但呢，其实说实话，内心里面其实都有点小心翼翼。你们俩是互相有好感的？哎呀，就我看得出来，在大家众多男生当中，对双双是比较有那个感兴趣的。这个你也很早就跟我说了。他好像心里藏着啥事儿一样。对，没有讲啊，话没讲完。然后呢，我们共同一个性格就是慢热，我们很慢热，我们不像夏老师他们那种，就是很热烈的表达自己想表达的东西。我们就是随着时间会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大概是这样。蹲一晚上了，双双。不至于。那我的话，如果我觉得要确认一段恋爱关系的话，是从了解他的现在，我觉得可以接受，那我就要聊深入了，我要聊他的过去，聊他过去，我看我能不能接受。如果他过去我能接受的话，如果他够坦诚，我们再谈未来，我们的步伐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的话，我可能就会考虑蛮多了。我不太赞同异地恋。异地恋。就像我有问双双他们有之后打算回哪？想得好长远。我是那种跟他们好好玩。我是想那种比较长远的人，我觉得不要耽误人家。对，我不想耽误人家。大家都这个年纪能成为好的朋友，那肯定也很不容易，对不对？但是他说他要回武汉，然后可能回西安去，然后把毕业论文答完，然后回武汉吧，大概这样子。但呢，因为我呢现在比你们大一点，我可能不知道会不会去。我觉得梦想都已经不能支撑我未来去做一些事情了，所以我觉得异地恋挺累的，我觉得不太现实，也不是说靠个人吧。这女孩挺实在的，我觉得。对，他们两个在拉扯。对。比如说你一个人搬箱子，一个人在大雨当中自己冲回宿舍的时候，你在路上看见别的小情侣打伞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难过？对方能做什么呢？对，他只能在微信里面跟你说。对，我觉得话语有时候你一次两次可以，长久时间的话，我觉得根本坚持不了。我觉得恋爱嘛，就相当于以后结婚，你长时间的异地甚至异国，我觉得不太现实，很黏人。我挺认同他说的话的。对，是的。他比较现实，他想的比较长远。起来。麻了，已经没有知觉了，下。悬吊。掉了，太搞笑。那明天不就是表白吗？表白吗？双双，你状态不对啊，今天有点。你怎么了呀？今天是累还是心情不好？都有。我有一点不知道怎么说。
没事，不说。不是，我来就是想找个人聊一聊这种感受。来啊，我们都在啊。你有什么你就跟我说嘛，bro，说吧，没事，你说吗？我的这个想法其实几天前就有，就是，但是我感觉也没有过这样的感受。我觉得跟小白在一起，就是经历了很多，就是说感情，无论是爱情还是友情，咱们一路旅程来，所有一起经历的时候都有小白。我一直觉得。也没有过这样的旅程，也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我对他的那种感受，是对于小白是友情更大于爱情啊！哇！友情更大于爱情。怎么会突然说这样的话？怎么回事啊？什么意思嘛？就我觉得没必要非得强求一段爱情。我就像你说的，来这儿其实大家最开始的目的都是一段友情，一段旅程。旅程里面我们认识很多朋友，我们一起去快乐的玩耍，我觉得够了。太突然了，感觉。可是。你看，双双讲的跟小白讲的也不一样。双双已经说白了，小白还抱有希望。我觉得双双会不会假话？他不想面对分离的时候太难受。我觉得我不敢相信这是他的真实想法。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是顺其自然做自己就好。我如果真的很喜欢一个人的话，我会很多细节，就是我会很周到的注意到他。但是，跟小白的这个相处，我好像就像你们平时有时候提醒我注意点细节，我没有做到。我有时候也在想，这些时候我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其实因为真的，我觉得就是我们这段旅程真的是太快了。因为我们平时了解一个人，不可能说短短几天就了解一个人，肯定是慢慢去了解的。但是因为在这种高压的情况下，我们会产生一些莫名的情愫，但是，哎呀，不要想那么多。我都觉得我不知道我最近，哎，真不要想那么多，兄弟。我真的第一次感觉到，我谈恋爱，是这么困难，不知道该怎么认清我的这个。在说什么？我听不懂。我说实话，我从来这里第一天起，我也没跟别人留过言，我也没有，就说跟我们所有人的任何另外一个女生有相较于小白更多的接触。但是我现在这么，我觉得他自己也很混乱，我觉得他自己也很乱，他不知道怎么表达。我感觉我好像没有那么够，真的不要脸。我现在觉得我没有什么，就是感觉不够，为什么不够？我想就是，哎呀。他现在反正状态是很自责的。对。你要，如果真的不够了，然后你再突然跟他说，我觉得这才是对他的一种伤害。我想知道双双是觉得好感度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吗？来了，女主来是。你们怎么气氛这么怪啊？你们怎么气氛这么怪啊？
后背一凉。哎呦啊！不知道为什么我跟着心虚了一下。有一种被逮到了感觉。毛都立起来。对，你看我毛也立起来了。你们怎么气氛这么怪啊？眼神躲闪。没有，就聊一些话吧。那我换个地方。没有，你来啊，继续一起聊嘛。哦。一起聊。救命你们录完了？都录完了。都录完了，我还没录，那我先录一下吧。先去录吧，你先去录吧，该去录吧。那我坐这儿吧。哎呦，你可以去下面有很好看的景。支开了。哦天。哪？下面我没有赶你的意思啊，就是随便你了。我觉得小白是能感觉得出来的。对，能，那肯定能。行，我下面吧。我给你一个建议，就是说，如果你真觉得，我是想跟他说清楚，我是想跟他说清楚。那你就跟他说清楚。那说去呗，说去，哥哥。啊，你们会对友情、爱情会混淆吗？这种喜欢，对啊。让我来揣测一下他的想法。他现在很自责，是在于，比如说他在车上主动的抱他或怎么样，这些动作就是让我们觉得很莫名其妙。他现在说友情胜过于爱情，那就跟他之前主动做这些动作是完全没有办法配比。唯一能够理解的就是他是在给女生那种存在感，就是他可能不想让小白孤单，然后试着让自己能不能够也融入，但是他发现他自己没法融入，所以他现在很痛苦。就是如果我们身处其中，其实每天如果有人去选择你，对你来说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对。然后所有人都可以成双成对，然后你是那个被留下来的人，可能在剩下的这个区域空间里，你们互相看对眼了，成了对方也许是第二个选择。它并不是你的第一个选择，但你们就形成了一种所谓的绑定关系。没错。然后别人也就觉得，哎，你们俩挺好的，挺般配的。但是临近最后一天的表白之前，他突然一下子意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以及我是不是需要讲清楚。对，没错。我可能觉得说他们两个就是喜欢的程度没有到那么高，所以说才会去考虑这个。那你看像夏老师和热能，他们有可能也会存在异地的问题或是别的，但他们两个就非常坚定，对吧？他们不会去考虑这个，已经到达那个程度了但是他们两个就是确实是有一点就是那个半上不下的时候，已经不知道该怎么抉择了。所以其实对他们来说，现在也是从一种可能比较有暧昧的这种感觉，现在可能要给一个正式的恋爱关系的承认。就这个地方是比较纠结的点。小妮都快听到炸出来了。不是，我觉得怎么恋爱要这么复杂？哎，就现在想想，能结婚的，得经历多少事儿，多不容易。对呀，感觉就是结婚是一件很难的事儿。是。